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从安陵容承宠到浮光锦事件，大家的注意力很容易集中在甄嬛、安陵容和皇上身上。其实，在这一过程中，还有3个坏人，很容易被忽略。第一个，苏培盛。苏培盛向来行事稳健，从不多事，平日里对甄嬛也相当友好。但是，在甄嬛举荐安陵容承宠的过程中，他有一处举动很反常，丫坏的。当安陵容成功引起了胖菊的注意之后，甄嬛以为皇上会到了夜里再传召安陵容，就带着她自行离开，却听闻苏培盛在后面高喊婉贵人留步。甄嬛赶紧转身，又听到苏培盛低声叫安答应留步，不禁疑惑地问怎么了。这时苏培盛直视甄嬛说皇上有请，然后顿住。苏培盛的这一系列操作极易造成误会，使甄嬛认为皇上虽然对安陵容有关注，却到底是舍不下她，还是要叫她回去作陪。没想到苏培盛看到鱼儿上了钩，眼睛一转看向安陵容，手势也指向安陵容，口中补充道皇上有请，安答应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甄嬛一时反应不过来，愣了一会儿神，才勉强笑着对安陵容说还不快去。请注意苏培盛这时的表情，眼睛低垂偷笑，嘴角歪向一边，一副诡计得逞的样子。被摆了一道的甄嬛最后的心理防线被击溃，带着流珠疾步离开，在荷花池边黯然神伤，泪流不止。可是苏培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难道仅仅是因为调皮，想要捉弄一下甄嬛吗？作为御前大太监，他绝不是这样没有涵养的人。其实苏培盛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皇上，也是在间接帮甄嬛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剧中各宫的主子身边都有一个号称心直口快的奴才。皇后身边的惠春如此，华妃身边的宋芝如此，眉庄身边的彩月以及甄嬛身边的流珠都是如此。这样心直口快的奴才最大的作用就是充当主子们的嘴替。有些小事身为6宫之主的皇后不好计较，惠春替她计较；有些话以稳重见长的眉庄不能说，彩月替她说。像在内务府立威这样的事儿，华妃也不能每次都亲力亲为啊，就派宋芝过去敲敲打打。在往期影片中，胖妮已经分析过，甄嬛举荐安陵容这件事儿，因为缺少充足的准备，做得太过显眼。皇上对此是心生不快的。皇上是苏培盛的主子，皇上的心思逃不过苏培盛的眼睛，因此在叫回安陵容的时候，他不露声色地摆了甄嬛一道，目的就是充当皇上的嘴替，讨皇上的好。不过苏培盛再红也只是个奴才，甄嬛纵然只是贵人，也终究是主子。身为奴才，怎么敢戏弄主子呢？这就涉及到苏培盛此举的另外一个意义，他要通过这一系列举动来提醒甄嬛，举荐安陵容这个事儿做得不太好。连一个奴才都能看透的局，皇上会看不透吗？甄嬛是聪明人，知道苏培盛的良苦用心，自然不会对自己被戏弄一事不依不饶，反而能够从中汲取经验，在下次举荐纯儿的时候做得更好。换做一个小肚鸡肠或是头脑愚笨的妃嫔，苏培盛还不一定肯费这一番心思呢。第二个，浣碧。安陵容承宠前后，浣碧的表现真是太闹心了。从甄嬛给安陵容换衣服打扮开始，浣碧就脸色不好。安陵容承宠后给甄嬛送浮光锦，浣碧不但出言讥讽，还摔茶碗。被摔怕了的安陵容几天没上门，浣碧又在甄嬛和其他人面前说安陵容的坏话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我觉得安陵容没做错什么，对甄嬛该有的礼节，该表达的感激，她都表达了。浣碧一通鸡蛋里挑骨头，无非是在怨恨承宠的那个人不是她自己。作为妹妹和下人，浣碧不能多为甄嬛考虑，反而事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，甚至挑拨甄嬛和安陵容之间的关系，这不就是坏吗？而甄嬛又是怎么对待浣碧的坏的呢？背着人教训几句，然后赏了她一件浮光锦。有点育儿知识的小主都知道，如果孩子一哭，你就答应了他所有的要求，那么日后他一定会故技重施，甚至变本加厉，以哭闹为武器胁迫你。浣碧对待安陵容的态度这样不恭顺，
甚至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。甄嬛反而奖励他一件浮光锦，这不等于在鼓励浣碧继续不把安陵容看在眼里吗？而后面的事情咱们也看到了，得到了一件浮光锦的浣碧不但没有感念安陵容，反而不顾甄嬛的叮嘱，大摇大摆地穿着出去浪了。所以浮光锦事件，胖妮不再觉得安陵容伤心，就是小心眼。这件事儿换成是眉庄或静妃，心里也会不好受的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浣碧去膳房取了马蹄糕回来，甄嬛介意的点竟然是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，丝毫没有因为浣碧穿了浮光锦出去招摇而责怪。这样看来，甄嬛把浮光锦赏给浣碧的时候，大概也猜到了，以她的性子，绝不会甘于把衣服偷偷穿在自己宫里。她也预见了这件事会被玲珑知道，既然预见了，结果还要去做，或许是因为甄嬛在潜意识里的确是看不上安陵容的，而浣碧的一系列表现只是甄嬛潜意识的外显罢了。第三个，宝娟。前面胖妮说过了，后宫大多主子身边都会配一个心直口快的奴才，他们充当的是主子的嘴替的角色，但这其中不包括浮光锦事件中的宝娟。在景仁宫的一众奴才中，皇后最信任的人是简秋，心直口快的惠春只敢在华妃抢了柚子这样的小事上故意叽歪两句，皇后听着痛快，却不会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。雪地里，于答应让眉庄让路，彩月气不过才当上答应，他摆这样的威风给谁看啊？眉庄虽然也一脸怒容，还是呵斥他，背后议论小主成什么体统。皇后和眉庄虽然也需要在身边放一个嘴替，但是他们只是借着奴才的话来获得情绪价值，不会真的被煽动。但宝娟之于安陵容不同，宝娟不仅是安陵容的婢女，很多时候也担当着教习老师、心理咨询师的角色，她的话是能够引领安陵容的。因此在宝娟看到浣碧穿着浮光锦招摇的时候，说出的话十分有分量。婉贵人也忒大方啊，那么好的料子您自己都不舍得穿，她倒好，拿来打赏下人了。这句话正好吐出了安陵容的心声，尽管她也呵斥宝娟不许胡说，但后面自言自语般的开解却显得苍白。浣碧是姐姐的陪嫁丫鬟，她素日穿的也比别人好些。宝娟很敏锐的抓住了安陵容言语中的漏洞，继续抱怨她不爱穿戴也就罢了，浣碧再高贵也是个下人，赏给她，那她当小主您是什么？安陵容向来因为自己出身微寒而自卑，宝娟的话狠狠地戳中她心中最柔软最痛之处。借由这痛，宝娟逐渐将安陵容带到了那条背叛甄嬛的道路上去。早期的影片胖妮讲过，从安比怀犯案和眉庄假孕这两件事开始，宝娟已经起了反水之心。安陵容承宠第二天步行归来，不见宝娟，这时的宝娟怕是已经被皇后收买了。在此之前，宝娟也曾为安陵容鸣不平过，但那种鸣不平与惠春、彩月差不多，都是在扮演嘴替角色。而这次宝娟的鸣不平明显带有挑拨的意味，甚至为了挑拨不惜伤害安陵容的自尊，戳她的痛处。这就证明宝娟此举是有目的的，她的行径看似正常，却是本文提到的三个坏人中真坏且最坏的一个。那么针对胖妮今天提到的三个坏人，大家有什么话想说呢？欢迎留言探讨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